我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15年了，快要15年了，但是现在我要搬回中国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对我来说很重大，但是又很困难的决定，那就是我要离开加拿大，然后搬回中国来生活。我是2011年11月去的加拿大，所以到今年2月我回中国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加拿大多伦多生活了快15年了，14年多了。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，因为当你在一个地方已经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以后，要再完全的换一个环境，换一个国家，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，让我很害怕，很担心，很焦虑。我不知道我回中国以后能不能再习惯适应中国的生活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就是有很多未知，那这些未知就会让人特别的担心和焦虑。所以在过去这1年呢，我一直非常的纠结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做这个还是做那个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回中国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留在加拿大吧，一直纠结。但是今年1月的时候，我想我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时间了，我应该做一个决定，所以我决定回到中国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要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想离开加拿大，为什么我想回到中国，还有从2月到现在4月过去的2-3个月里，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。那首先要说一说为什么我想离开加拿大。我想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加拿大没有归属感。归属感就是你觉得你属于一个地方，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你的家。我想其实在过去的10几年中，我在加拿大，在多伦多一直没有归属感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在多伦多不开心，或者我不喜欢多伦多。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是非常喜欢多伦多的，因为多伦多给了我很多的自由。对，我想可能在我年轻的时候，20多岁、30多岁的时候，归属感没有那么重要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自由。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，我可以做自己。那多伦多呢，是一个很多元的城市，这里有来自世界上很多国家、很多文化的人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。你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，在这里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个性。我觉得在以前的中国呢，其实它不是那么包容。在以前的中国，你不太能够做自己，你不太能有自己的个性。中国的文化有一个很强烈的主流文化。主流文化就是大部分人都觉得你应该怎么样。大部分人比如说都觉得应该20多岁结婚生孩子，找一个稳定的工作。所以如果你不在这个主流的文化里面，就会比较困难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离开了中国，来到了多伦多。但是可能现在呢，自由也对我很重要，但是归属感对我来说更重要了。
我很想找一个地方，就让我觉得啊，这就是我的家，这就是我属于的地方。但是到底什么是归属感呢？这个问题我问了很多朋友，大家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回答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过去10几年，多伦多一直没有给我归属感，尤其是在疫情之后，我发现好像跟人的这个链接变得更难了。我觉得我的英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我可以跟别人聊很深入的话题，我们也可以开玩笑，我们可以聊很多事情，但是我就是很难跟人有那种非常非常深入的链接。但是在过去几年中，每次我回到中国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有归属感。我每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，跟饭店的服务员聊天，跟楼下的阿姨聊天，我都觉得你懂我，我懂你，你们是我的人。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可能语言和文化还是很重要的吧，就是那个是来自于你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你最深最深的那个记忆，那个是给我们归属感的东西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到了我的家。然后第二个我想要离开加拿大的原因呢，就是加拿大尤其是多伦多吧，在疫情之后其实改变了很多。不光是我，在过去的2、3年和3、4年中，也有不少的人慢慢的离开了加拿大，去别的地方生活。它有哪些变化会让我们觉得现在的多伦多不是以前的多伦多了呢？第一个就是它的物价，东西的价格越来越高，现在真的太高了。在多伦多生活的压力非常大，你包括你如果要买房子或者租房子都很贵，还有如果你要开车，像我住在多伦多的郊区，我需要开车，开车你要买保险，那个保险也很贵，还有每个月的水电网这些费用，水电网费，还有手机费，还有去超市买吃的，当然去饭馆，这些都很贵，生活的压力真的太大了。跟多伦多比起来，我回到中国，我觉得太便宜了。就算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，它也比多伦多要便宜。当然在中国最大的好处是你有很多的选择，如果你不在北京、上海这样最大的城市生活，下面有很多2线、3线的城市也是非常舒服的。然后多伦多还有一个变化呢，就是它不太安全，越来越不安全了。像我以前住在多伦多的市中心，在 downtown。那我在2024年5月的时候离开了 downtown， 离开了市中心，搬到了郊区。那在差不多那个时候，在我市中心的那个家附近呢，就发生了一个枪击案，枪击案，很严重很大的一个枪击案。那个时候让我很害怕，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离我这么近的地方发生枪击案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，比如说你常常会看到新闻说某个人的车被人砸了，然后里面的东西被偷了。所以我现在搬到郊区以后，我也常常很担心我的车会被偷。还有一个就是在多伦多看医生非常的困难。像以前我住在多伦多市中心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家庭医生，
因为在加拿大，如果你要看医生，你要先去看你的家庭医生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家庭医生。但是我搬到郊区以后呢，就离我以前的家庭医生太远了，所以我需要一个新的家庭医生。但是从我2024年4月、5月搬到郊区之后，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新的家庭医生，因为多伦多没有足够的家庭医生。在我住的附近没有医生在招收新的病人，所以我常常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当然，如果真的有问题，我也可以去那种叫什么 walk-in clinic， 就是你可以随时去，然后排队看医生的地方。但是那种地方可能就要等比较久的时间。还有一个故事就是，像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个小宝宝，他宝宝好像那个时候去年还不到1岁，但是他的宝宝发烧了，所以他们在晚上很晚的时候要去看急诊。急诊就是你有非常着急的情况，你要很快的马上看医生，你没有时间打电话跟你的家庭医生预约，那你就可以去医院的急诊。但是呢，他在急诊等了差不多好像快10个小时才看到医生。所以我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就很没有安全感。对，我觉得在多伦多生活我是挺没有安全感的。好，那这些就是主要我为什么想要离开加拿大的原因。那为什么我想回到中国？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归属感和物价的问题，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父母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独生子女，就是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。那现在呢，他们也快要70岁了，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，尤其是在过去2-3年，他们看起来真的是老人的样子了，所以我会很担心他们。一方面我担心他们在需要我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们，帮助他们。其实另一方面，我最担心的是我会后悔。我很害怕以后会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，没有花更多的时间陪他们。因为我在18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，去北京读大学，所以从那以后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少的。所以我想在最后的这20年里，可以更多的陪他们，我们可以在一起有更多的回忆，这样呢，我以后就不会后悔。然后第二个我可以回到中国的原因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不需要在中国找工作，我不需要在中国的公司工作，因为我是自雇，就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工作，我自己在网上教中文。其实在多伦多我也有很多中国朋友，他们想回到中国，但其实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在中国工作的问题。因为第一，他们担心在中国找不到好的工作。其实在中国这个年龄的压力还是很大的。大家都有年龄焦虑。因为很多人说在你40岁以后，如果你要换工作，你就很难再找到好的工作了。就算你找到好的工作呢，国内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。大家常常加班，然后都很卷。卷的意思就是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啊！我要努力，你要更努力，我要更努力，你要更努力，所以大家就是每个人都要100%的努力工作。所以我想这个
工作的文化是对于在国外、在海外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中国人是很难适应、很难习惯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我回到中国以后呢，我可以继续在网上教中文，继续跟我可爱的学生们一起学习，不需要在中国工作，这个是我很开心的地方。然后第三个让我决定回到中国的原因，就是中国的变化真的非常大。尤其是在过去2-3年，我回到中国以后，我看到了中国很多的变化，让我觉得说我应该可以适应中国的生活了。因为像以前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呢？有几个原因嘛。第一就是刚才我提到，可能在中国的生活不是非常包容的。中国有一个很强的主流文化，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你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呢，中国的文化变得更开放、更包容了。尤其是年轻人，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或者他们在努力的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个生活不一定是那种很主流的生活，很多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个性，就算是老年人，好像也更包容年轻人这些不同的选择、不同的个性。比如说，以前我的亲戚们，我的姑姑、姨妈，他们可能都会过来对我说你要赶快结婚呐，你要生孩子呀，你应该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呀，你要过很稳定的生活呀，blah blah blah。但是呢，在最近2次我回国的时候，我的姑姑和我的姨妈，他们都对我说了相同的话。他们大概的意思就是乌君，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自己快乐，你开心最重要，你就是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就好，我们都支持你。这个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像我的姨妈已经70多岁了嘛，所以他们有这种想法的转变，真的让我非常的惊喜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回到中国以后，也有了更多的自由，可以做我自己，去过我想过的生活。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呢，就是我觉得中国人越来越有边界感了。边界呢，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条线嘛。我尊重你的空间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那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需要边界感的人，我非常需要我自己的空间。我觉得以前的中国文化可能不太有边界感，就是很多人，你的亲戚、你的姑姑、阿姨、叔叔，或者父母的朋友、朋友的朋友，很多人都会过来问你自己生活的一些问题，问你自己个人的一些问题。他们也喜欢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比如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你每个月工资挣多少钱呀？你打算找什么工作呀？你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怎么样？这个是让我觉得很讨厌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文化呢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都是非常有边界感的，大家都比较尊重别人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选择。当然，其实我觉得跟多伦多比起来，跟加拿大比起来，中国的边界感还是没有那么强。但是对我来说就刚刚好，因为我觉得像加拿大，大家的边界感太强了，所以人和人之间很难很快的有这个连接。但是在中国，我觉得因为大家有刚刚好的边界感，又可以互相帮助、互相关心，所以呢，我又觉得我可以很快的跟别人链接，
成为好朋友，但是我的空间，我自己的选择又被尊重，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状态。还有一些变化，比如说，我觉得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得非常快，女性越来越受到尊重。我记得是2018年、19年的时候 ，Me Too 运动开始进入中国，然后在过去几年，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得非常快，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认识到，好，我们女性可以是很成功，我们很聪明，我们可以努力去追求我想要的所有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也是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一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做了这个决定，要回到中国。那从2月初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到现在2个多月，快要3个月了嘛。我在这2、3个月中去了很多地方。我首先在海南跟我的父母一起过了中国的春节，然后呢，我又去了大理，然后去了广东的深圳和广州，然后我又去了北京。那现在呢，我在上海。所以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就是想去中国不同的城市看一看，我喜欢哪个城市，哪个城市更适合我。但是总体来说，到现在我都是非常开心的。我觉得每天我都很开心，我的身体就是觉得非常的放松，我很有安全感，连我的睡眠可能都比在多伦多的时候要更好。所以我想，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做一个决定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未知，我们会担心，会害怕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用我们的脑子一直去思考，去想我应该做什么，做什么比较好。但是其实大部分时候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直觉已经有一个答案了，只是可能我们不太敢去相信，去听这个答案。但是其实我发现，我只要放下，丢掉我的脑子，去听从我的直觉和身体，这个可能就是最好的答案。当然，回到中国，我也还是有一些不太习惯的地方，可能这些我对过去这几个月我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感受，可能这个需要另外做一个视频跟大家聊一聊。当然，我也不是想抱怨多伦多，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多伦多在过去的10几年中给了我很多的自由，也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成长。我在多伦多认识了很多朋友，认识了来自很多不同文化的朋友，它真的打开了我的眼界，让我学会更独立，我更有自信。所以我想，就算回到中国，我也会非常的想念多伦多，想念加拿大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有什么想法，欢迎你们在评论里跟我交流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